办公室里的空调呼呼作响，带着一股刺骨的寒意。我坐在工位上，手里紧握着那张薄薄的年终奖发放单，上面鲜红的数字仿佛在嘲笑着我。10000元。3个月前，财务部明明说今年业绩突出的员工年终奖是20万，我还为此在朋友圈炫耀过，甚至提前给父母订了去海南的机票。现在这张纸条上的数字像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打得我脸颊发烫。各位同事，今天集团领导要来视察，大家都准备一下。人事部的秦静怡走过来，声音里透着紧张。我抬起头，看见一辆黑色奔驰缓缓驶入公司楼下的停车场，车门打开，一个穿着得体的中年女人走了出来。她的身影让我的心脏猛地漏跳了一拍。那张脸，那个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轮廓，是我的姑姑宋雅琴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，我呆呆地坐在椅子上，看着姑姑在几个西装革履的高管陪同下缓缓走向电梯。她的步伐依然那么优雅从容，就像小时候她牵着我的手走过外滩时一样。陶子豪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坐在我对面的方思莹小声问道，她是我们部门新来的实习生，总是关心别人。没事，我机械地回答，眼神却无法从那道身影上移开。宋雅琴，我的姑姑，也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。这个事实像一根刺，深深扎进我的心里。3年前，我应聘到这家公司时，人事部的人告诉我，我是通过公开招聘进来的，凭的是自己的实力。我信了，也为此感到骄傲。但现在看来，一切都是笑话。听说这次来的是董事长本人，平时他都在集团总部，很少来分公司的。方思颖压低声音说道，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。我苦笑了一下，没有接话。姑姑确实很少来这边，上次见面还是半年前的家庭聚会，那时候她还夸我工作认真，说看好我的前途。现在想来，那些话背后藏着多少虚伪的成分。电梯门缓缓合上，我看见姑姑的侧脸在门缝中消失。她应该不知道我在这里工作，毕竟我用的是学名，而且她管理着那么大的集团，不可能记得每一个普通员工。子豪，你今年的年终奖怎么样？同事郝宇轩凑过来，脸上带着明显的炫耀表情。我拿了15万，比去年多了5万呢。我握紧了手中的单子，指关节发白。还行，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郝宇轩显然不满足于这个答案，他伸长脖子想要看我的单子，但被我迅速收了起来，神神秘秘的。该不会比我的还多吧？他开玩笑地说，但语气里带着一丝嫉妒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默默地把单子塞进抽屉里。办公室里的议论声此起彼伏，大家都在讨论即将到来的视察。有人紧张地整理着桌面，有人在镜子里检查自己的仪容。我却感到一阵恶心。这种虚假的热闹让我想起小时候，每次家里来客人，大人们都会让我表演节目，夸我聪明可爱。那时候我还天真的以为这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多人喜欢我。长大后才明白，大部分的夸奖都是因为我姑姑的面子。现在也是一样，我在这家公司的一切，包括这份工作，包括同事们的友善，甚至包括这1万元的年终奖，都是因为那层血缘关系。各部门注意，董事长马上就要上来了，请大家保持工作状态。广播里传来秦静怡的声音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正常一些。
电梯的叮咚声响起，脚步声由远及近，我能听到姑姑的声音，她在询问公司的运营情况，语调专业而威严。这一层是我们的核心业务部门，员工都很优秀，今年的业绩也超过了预期。总经理常建华的声音里带着讨好的味道。我低着头，假装专心工作，但余光却在观察着他们的动向。姑姑走得很慢，她会在每个工位前停留几秒钟，偶尔询问几句。她的声音温和而有力，就像我记忆中的那样。但现在，这个声音让我感到陌生。她走到我前面2排的时候，我的心跳开始加速，汗水从额头上渗出，手心也变得湿润。我在想，她会认出我吗？如果认出来了，她会是什么反应？是惊喜还是尴尬？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能闻到她身上熟悉的香水味，那是她多年来一直使用的牌子，淡雅而昂贵。这位小伙子看起来很专注呢。姑姑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，温和中带着一丝好奇。我的手指在键盘上僵住了，心脏像要跳出胸腔，缓缓抬起头，对上了那双熟悉的眼睛。他愣了一下，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职场多年的历练让他能够完美地掩饰自己的情绪。你好，我站起身，声音比预想中要平稳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他问道，就像询问任何一个普通员工一样。陶子豪。他点了点头，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。但我注意到他的眼神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钟，似乎在确认什么。工作几年了？3年。感觉怎么样？我看着他那张熟悉而陌生的脸。小时候，他总是最疼我的那个长辈，每次回老家都会给我带礼物。高考时，他还专门打电话鼓励我。但现在，我们像陌生人一样对话。还不错，我回答。他微微一笑，那个笑容让我想起很多往事。然后他转身继续视察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重新坐下，手心已经被汗水浸湿，身边的同事们都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。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董事长的亲自询问。子豪，你刚才表现得真好，董事长好像对你印象很深刻。方思颖小声说道，如果他知道真相，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。视察继续进行，姑姑在其他几个部门也停留了一会儿，我能听到她在会议室里开会的声音，讨论着公司的发展规划和员工福利问题。明年我们要加大对优秀员工的激励力度，年终奖的发放要更加合理和透明。她的声音从会议室里传出来，听到这句话，我不禁苦笑。透明、合理，如果真的透明，大家就会知道我是靠关系进来的。如果真的合理，我的年终奖应该和其他同级别的员工一样，而不是这可怜的1万元。下午4点，视察结束了，我看着姑姑走进电梯，她依然没有回头看我一眼。电梯门合上的那一刻，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失落。今天真是难得，能见到董事长本人。郝宇轩兴奋地说，他看起来比照片上还要有气质。是啊，而且人很好，很平易近人。方思颖附和道。平易近人，我在心里冷笑，对我这个亲侄子，他确实够平易近人的。下班后，我没有急着回家，而是坐在办公室里发呆。夜幕降临，大楼里的灯火逐渐熄灭，只有我这一层还亮着几盏灯。手机响了，是姑姑发来的微信消息。今天在公司见到你了，有时间的话，周末来家里吃饭，有些话想和你谈谈。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，最后回了一个好字。回到家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
脑海里不断回放着今天的场景，从看到年终奖单子的愤怒，到见到姑姑时的复杂情绪，我开始回想起这3年来的工作经历。刚入职时，我确实很努力，经常加班到深夜，希望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。第1年的年终考核，我拿到了优秀的评价，年终奖也不错。第2年，我负责了几个重要项目，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同事们都说我有前途，领导也经常表扬我。第3年，也就是今年，我更加拼命的工作，我以为凭借自己的努力能够得到应有的回报，但现在看来，这一切可能都是假象。也许我的努力根本不重要，也许我的成绩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出色，也许从一开始一切都是安排好的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计算器，算了算这些年来的收入，如果没有这份工作，我现在会在哪里？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这个问题让我感到恐惧，因为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想象离开这里的生活了。第2天上班，办公室里的气氛依然热烈，大家还在讨论昨天的视察，各种传言和猜测满天飞。听说董事长对我们部门很满意，明年可能会有大动作。我觉得公司要扩张了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那个陶子豪运气真好，被董事长单独询问了那么久。我听着这些议论，心情复杂。他们不知道，我宁愿从来没有这种运气。周末如约而至，我站在姑姑家门口，手里提着一盒她爱吃的点心。这栋别墅我来过很多次，从小时候的好奇兴奋，到现在的忐忑不安，心情已经完全不同了。按下门铃，很快就听到了脚步声。子豪来了。姑姑打开门，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，就像以前每次见面时一样。她换下了工作时的职业装，穿着一件简单的羊绒衫，看起来更像我记忆中的那个长辈。姑姑，我叫了一声，有些拘谨。快进来，饭菜都准备好了。她接过我手中的点心，还记得我爱吃这个，有心了。客厅里没有什么变化，还是那些熟悉的摆设。沙发上放着她常看的财经杂志，茶几上摆着一束新鲜的百合花。姑父呢？我问道。出差了，要下周才回来。他在厨房里忙碌着，今天就我们2个人，正好可以好好聊聊。我坐在餐桌前，看着他忙碌的身影，他的动作依然那么熟练，就像小时候为我做饭时一样。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？工作还适应吗？他一边盛汤一边问道。还行，我回答得很简短。他察觉到了我的情绪，停下手中的动作，认真地看着我。子豪，我知道你心里有疑问。他的声音很轻，但很坚定。你是不是觉得你能进公司是因为我的关系？我没有说话，但表情已经给出了答案。他叹了一口气，坐到我对面。确实，最初 HR 部门收到你的简历后，有人认出了你的名字，向我汇报了这件事。他顿了一下，但是子豪，你要知道，如果你没有实力，我是不会让你进公司的。那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终于开口，声音里带着压抑已久的委屈。为什么要让我以为自己是凭实力进去的？因为我希望你能够独立成长。他的眼神很真诚。如果一开始就告诉你这层关系，你还会那么努力吗？你还会有那种成就感吗？我陷入了沉默。他说的有道理。如果我知道这是走后门进来的，可能真的不会那么拼命工作。这3年来，我一直在关注你的表现。他继续说道。你的项目报告我都看过，你的工作成绩我也了解。子豪，你确实很优秀，这不是因为血缘关系，而是因为你自己的努力。那年终奖呢？我问出了心中最大的疑问。为什么我只有1万，而其他人都比我多？他
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。这件事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。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愤怒。本来按照你的绩效评级，年终奖应该是20万，但是他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组织语言。但是什么？我追问道。但是有人认为，给董事长的亲戚发那么高的奖金，会引起其他员工的不满，所以私自调整了数额。我愣住了。你是说，有人故意压低了我的年终奖？是的，他点了点头。而且这件事我事先完全不知情。昨天视察后，我专门调取了年终奖发放清单，才发现了这个问题。我感到一阵眩晕。原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问道。我会处理这件事的。他的语气很坚定。该给你的1分不会少。同时，我也会调查是谁做出的这个决定。我们开始吃饭，但食物在嘴里味同嚼蜡。我的脑海里在不断消化刚才听到的信息。姑姑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我放下筷子。如果我不是你的侄子，我还能在公司待下去吗？他想了想，认真地回答：凭你现在的能力，在任何一家同行公司都能站稳脚跟。但是子豪，你要明白一件事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，有人靠关系，有人靠能力，有人靠运气。重要的是，你要怎么利用自己的优势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很虚伪。我说出了心里话。同事们都以为我是凭实力进去的。如果他们知道真相，他们知道又如何？他反问道。子豪，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。你的价值不需要别人来定义，你的努力也不需要别人来认可。他的话让我陷入了思考。饭后，我们坐在客厅里喝茶，夕阳西下，金色的光线透过落地窗洒在地板上。子豪，我想给你一个建议。他放下茶杯。如果你真的觉得现在的工作让你不舒服，你可以选择离开。我可以给你写推荐信，帮你联系其他公司。这个提议让我很意外。你不介意吗？我问道。为什么要介意？他笑了笑。你是我的侄子，但首先你是一个独立的人，你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。我看着他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以为自己了解他，但今天才发现，我对他的了解还远远不够。我需要时间考虑。我说道。当然，这么重要的决定不能急于一时。他点了点头。但是无论你做什么选择，我都会支持你。回到家后，我在书房里坐了整整1夜，桌上摆着我这3年来的工作记录、项目文件、获奖证书、同事们的感谢信、客户的表扬邮件。这些东西曾经让我感到骄傲，现在却让我感到困惑。这些成就到底有多少含金量？我打开电脑，开始浏览招聘网站。以我现在的资历和经验，确实有不少公司愿意提供机会，有几家甚至主动联系过我，只是我之前没有考虑过跳槽。手机响了，是方思颖发来的消息。子豪，明天公司有个聚餐，你来吗？听说是庆祝董事长视察顺利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心情复杂。庆祝视察顺利，如果他们知道董事长就是我姑姑，不知道还会不会这么兴奋。可能去不了，有点事。我回复道。其实我没什么事，只是不想面对那种虚假的热闹。第2天上班，办公室里的气氛依然很好，大家都在讨论昨晚的聚餐，说笑声不断。子豪，你昨天怎么没来？错过了好多有趣的事情。郝宇轩走过来，常总还专门问起你呢，说董事长对你印象很深刻，是吗？我敷衍地回应着。当然了，你可是我们部门的明星员工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
说不定很快就要升职加薪了。升职加薪，我苦笑了一下。如果真的升职了，那也不是因为我的能力，而是因为那层血缘关系。上午10点，秦静怡走到我的工位前：“陶子豪，常总找你去他办公室一趟。”我心里一紧，不知道是什么事情。常建华的办公室在楼层最里面，装修得很豪华。他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，见我进来，立即站起身：“子豪，来，坐下说话。”他的态度比平时热情了很多。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，等待他开口。是这样的，昨天董事长视察后，对你的印象很深刻。他笑眯眯地说道，他特别提到了你，说你是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。我的心跳开始加速。所以呢？我问道。所以，公司决定给你一个机会。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，市场部经理的位置空出来了。公司打算让你去试试。市场部经理这个职位比我现在的级别高了2级，而且薪资待遇也要好很多。但是我知道，这个机会不是因为我的能力，而是因为姑姑的那句话。我需要考虑一下，我说道。常建华显然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，他愣了一下。考虑什么？这可是个好机会，多少人想要都要不到呢。我知道，但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希望能够慎重一些。他看了我一会儿，然后点了点头。也好，年轻人谨慎一些是对的，你可以考虑几天，但不要太久。机会不等人。走出办公室，我感到一阵疲惫。这就是我要的生活吗？每一个机会都带着血缘关系的标签，每一次成功都让人怀疑是否名副其实。下午，我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，请问是陶子豪先生吗？我是猎头公司的，有个职位想和您聊聊。对方是一家知名外企的猎头。他们正在为一个跨国公司寻找合适的市场总监，薪资待遇比我现在的要高出不少，而且完全是凭实力竞争。如果您有兴趣，我们可以安排面试。对方说道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答应了。好的，我想试试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感到一种久违的兴奋，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背景关系的机会。如果能够成功，那就真正证明了我的实力。但同时，我也感到不安。如果失败了，是不是说明我真的没有那么优秀？晚上回到家，我把今天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女朋友殷晓彤。她听完后沉默了很久。子豪，我觉得你想太多了。她最终说道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。你不能因为你姑姑是董事长就否定自己的努力。可是这样的成功有意义吗？我问道。意义是你自己给的。他握住我的手。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工作让你不快乐，那就去寻找让你快乐的工作，但不要因为别人的看法而否定自己。他的话让我心里暖暖的，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参加面试的决心。面试安排在1周后的周3下午。这1周里，我认真准备着，复习专业知识，整理工作经验，甚至还特意买了一套新的西装。同时，我也在观察着办公室里的一切。常建华对我的态度明显更加友善了，经常主动和我聊天，询问我的想法。其他同事也开始用一种微妙的眼神看我，仿佛我已经是他们的上级了。听说子豪要升职了，方思颖小声问我。还没确定呢，我回答。真羡慕你，进公司才3年就能当经理。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羡慕，但没有嫉妒。我看着他年轻的脸庞，想起自己刚入职时的模样。那时候的我是不是也是这样仰望着那些年轻有为的前辈？思颖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所仰慕的人其实是靠关系上位的，
你会怎么想？我突然问道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。我觉得靠关系上位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上位后不努力。他说道，如果这个人确实有能力，那关系只是一个机会而已。他的话让我很意外，也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想法。也许我太纠结于起点，而忽略了过程中的努力。周三下午，我请了半天假去参加面试。面试地点在市中心的一栋写字楼里，环境很好，氛围也很专业。面试官是一个40多岁的外国人，还有2个中国的高管。他们的问题很专业，涉及市场分析、策略制定、团队管理等各个方面。我尽力回答着每一个问题，展示着自己这3年来积累的经验和思考。你为什么想要离开现在的公司？其中一个面试官问道。这是我最难回答的问题。我不能说是因为血缘关系的困扰，也不能说是对现在工作的不满。我希望能够在更大的平台上挑战自己。我最终选择了一个比较标准的答案。面试进行了2个小时，整个过程都很顺利。面试官们对我的回答似乎很满意，最后还主动介绍了公司的情况和发展前景。我们会在1周内给您答复，主面试官说道。走出写字楼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这种完全凭实力竞争的感觉真好，不用担心别人的看法，不用怀疑自己的能力。回到公司，已经是下午4点了。子豪，去哪了？郝宇轩好奇地问道。有点私事，我没有详细说明。哦，对了，常总刚才还在找你呢，说市场部经理的事情不能再拖了，需要尽快给答复。我点了点头，心里已经有了决定。第2天一早，我敲响了常建华办公室的门。子豪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他笑着问道。常总，谢谢公司的信任，但我觉得自己还需要更多的历练。我说道。市场部经理的职位，我暂时不太适合。他的笑容僵住了。子豪，你确定吗？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。我确定。我的语气很坚定。他看了我很久，然后叹了一口气。好吧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我也不勉强。但是子豪，机会不是随时都有的。我理解他的意思，但我已经不在乎了。周五下午，我接到了外企的电话。陶先生，恭喜您，您通过了我们的面试。如果您愿意的话，我们希望您能够尽快入职。我握着电话，心情激动。好的，我接受这个职位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立即给姑姑发了一条微信。姑姑，我想和您见个面，有重要的事情要说。她很快回复，今晚你来家里吃饭吧。晚上7点，我再次站在姑姑家门口。这次我的心情比上次轻松了很多，因为我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。来得正好，菜刚做好，姑姑开门时的笑容依然温暖。姑姑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。我迫不及待地说道。什么好消息？是不是决定接受市场部经理的职位了？不是，我摇了摇头。我找到新工作了，一家外企的市场总监。他愣住了，筷子停在半空中。新工作？你要离开公司？是的，我点了点头。我想凭自己的实力去闯一闯。他放下筷子，认真地看着我。子豪，你确定这是你想要的吗？很确定。我的语气很坚定。姑姑，这3年来您对我的照顾我都记在心里，但我希望能够真正独立。我不想让血缘关系成为我前进路上的拐杖，也不想让它成为我的负担。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慢慢点了点头。我理解你的想法，他说道。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做出这个决定。这句话让我很意外。您一直在等？是的，他笑了笑。子豪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当初没有告诉你那层关系吗？
不仅仅是希望你努力工作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够主动选择自己的道路。您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真正的成长不是接受别人给你的一切，而是学会拒绝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他的眼神很温柔。今天你能够做出这个决定，说明你真的长大了。我感到眼眶有些湿润。那年终奖的事情我会处理的，该给你的1分不会少，但这不是为了留住你，而是为了公平。他说道，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回报，包括你。我们继续吃饭，气氛比上次轻松了很多。新公司怎么样？他问道。很好，是一家跨国公司，发展前景不错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我是凭实力进去的。那就好。他点了点头。自豪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都要记住一件事：能力是你最大的底气，品格是你最好的名片。我会记住的。饭后，我们坐在客厅里聊天，他告诉我很多关于商场的故事，也分享了他年轻时的经历。其实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和你一样的困扰，他说道。我父亲是个小有名气的商人，我刚开始工作时，总有人说我是靠父亲的关系，那种感觉很不好受。那您是怎么处理的？我选择了最笨的方法，用加倍的努力来证明自己。他笑了笑。后来我发现，其实别人怎么说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自己知道你在做什么。他的话让我深有感触。姑姑，谢谢您，我真诚地说道。谢我什么？谢谢您让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独立。他拍了拍我的手。自豪，你要记住，无论你走得多远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如果有一天你累了，想回来了，随时都可以。我知道。离开的时候，他送我到门口。对了，公司里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他问道。我会按照正常程序提交辞职申请，做好工作交接。我说道。我希望能够体面地离开。好的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随时联系我。回到家，我开始写辞职信。这封信我写了很久，删删改改好几遍，最终选择了最简洁的表达方式，感谢公司3年来的培养，因个人发展需要，特此提出辞职申请。写完后，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。第二天是周末，我没有急着去公司，而是在家里整理了一下这3年来的工作资料，该带走的带走，该留下的留下。周一上班时，我把辞职信交给了秦静怡。自豪，你要离职？他很惊讶。是的，已经找到新工作了。消息很快传开了，整个办公室都沸腾了。自豪，你疯了吗？正准备升职呢，怎么突然要走？郝宇轩不理解地问道。是啊，市场部经理多好的位置，其他同事也纷纷劝阻。我只是笑笑，没有过多解释。辞职的消息传到常建华那里，他立即把我叫到了办公室。自豪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对公司有什么不满？他的语气里带着焦急。没有不满，只是想换个环境。我平静地回答。可是你马上就要升职了，新的薪资待遇肯定比外面要好。他试图挽留我。而且在这里你已经有了基础，去新公司又要重新开始。常总，我意已决。我的态度很坚决。他看了我一会儿，然后拿起电话。我需要向上级汇报一下这件事，他说道。我知道他要打给谁，但我并不担心。下午，我接到了姑姑的电话。自豪，常建华告诉我你要辞职的事了。他的声音很平静。是的，你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他停顿了一下。公司会按照正常程序处理你的辞职申请，1个月后正式离职。谢谢姑姑。不用谢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挂断电话后，我感到一阵轻松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办公室里的气氛
有些微妙，有人替我感到可惜，有人觉得我太冲动，也有人在私下议论纷纷。听说子豪是因为年终奖的事情才要走的，1万块确实有点少，以他的业绩应该不止这个数，可能是公司有什么内部问题吧。我听着这些议论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如果他们知道真相，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。方思颖是最舍不得我的一个，她经常跑到我的工位旁边聊天。子豪哥，你走了我该怎么办？她的眼圈有些红。你很优秀，会有更好的发展的。我安慰她，可是我刚来公司，什么都不懂，还指望着你教我呢。看着她失落的样子，我心里也很不好受。这3年来，我确实帮助过不少同事，也建立了很多友谊。思颖，我给你留个联系方式，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我。他点了点头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郝宇轩的态度就比较复杂了，一方面他为我感到可惜，另一方面又隐隐有些高兴，毕竟少了一个竞争对手。子豪，说实话，我觉得你这个决定有点冲动，他说道。不过也好，市场部经理的位置可能就轮到我了。我笑了笑，没有说什么。工作交接进行得很顺利，我把手头的项目都详细记录下来，确保接手的人能够顺利继续。其中有一个项目是我花了半年时间才谈下来的大客户，现在要交给别人，心里还是有些不舍。这个客户比较挑剔，你要多花点心思。我对接手的同事说道。放心吧，我会处理好的。对方拍着胸脯保证，但我心里明白，这种客户关系不是一朝一夕能建立起来的。最后1周，公司为我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欢送会，常建华代表公司致辞，感谢我3年来的贡献，并祝愿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更大的成就。同事们也纷纷表达了不舍之情，有人送了纪念品，有人写了祝福卡片。子豪，虽然我们平时有些小摩擦，但你确实是个好同事。郝宇轩举着酒杯说道。祝你前程似锦，谢谢大家。我站起身，环视着这些熟悉的面孔。这3年来，我学到了很多，也收获了很多。虽然要离开了，但这里的一切我都会记住的。掌声响起，气氛很温馨，但在这温馨的背后，我知道有些话我永远不能说出口。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是董事长的侄子，我不能告诉他们我的年终奖被人故意压低了，我也不能告诉他们我离开的真正原因。这些秘密将永远埋在我心里。散会后，我回到工位收拾最后的物品。3年的时间，这里留下了太多回忆。第一次加班到深夜的紧张，第一次完成重要项目的兴奋，第一次被客户表扬的自豪。现在，这一切都要成为过去了。我拿起那张年终奖发放单，看了最后一眼，然后撕成了碎片。无论这1万块钱背后有什么故事，都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我即将开始一段全新的人生。最后1天的工作即将结束，我正在收拾办公桌上的最后几样东西。突然，秦静怡匆忙跑了过来。子豪，集团总部有领导来视察，所有人都不能离开。他的声音里带着紧张。我抬起头，看见楼下又停了几辆黑色轿车。今天不是董事长来吗？我问道。不是，是更高级别的领导，好像是集团的创始人。他压低声音说道。听说很少露面的那位。我的心里咯噔一下。集团的创始人，那不就是各部门注意，请所有员工保持工作状态，领导马上就要上来了。广播里传来通知。我坐回椅子上，心跳开始加速，脚步声从楼梯间传来。这次来的人更多，
阵仗也更大。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，穿着简朴但气质不凡。他的身后跟着好几个高管，包括我的姑姑宋雅琴。我的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了。那个老人是我的爷爷宋国栋，集团的创始人，也是我们家族的长辈。他怎么会来这里？这一层是我们的核心业务部门。常建华在一旁介绍着，声音里带着恭敬。爷爷点着头，偶尔询问几句。他的目光在办公室里扫视着，最终停在了我身上。我们的视线相遇，他微微愣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听说这里有个年轻人要离职，爷爷突然开口问道。常建华立即答道：是的，是我们部门的陶子豪，很优秀的员工，可惜要到外企发展。哦，爷爷停下脚步，哪个是陶子豪？常建华立即指向我，就是那位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我只能硬着头皮站起来。你好，我说道，声音有些颤抖。爷爷走到我面前，仔细地看着我。年轻人，听说你要离开公司，为什么？是公司待你不好吗？这个问题让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周围的同事们都在看着，等待着我的答案。我看了一眼姑姑，她的表情很平静，但眼神里有一丝担忧。不是的，公司对我很好，我最终说道，只是想到外面闯闯，增长一些见识。爷爷点了点头，似乎很满意我的回答。年轻人有志气是好事，他说道。不过在离开之前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您请说。你觉得这家公司怎么样？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？这个问题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紧张起来。常建华的脸色有些发白，显然担心我会说出什么对公司不利的话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组织着语言。公司整体运营得很好，同事们也都很优秀。我开口说道，如果一定要说改进的地方。我停顿了一下，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我的下一句话。我觉得在员工激励方面，可能还有一些提升空间。哦，具体说说。爷爷来了兴趣，比如年终奖的发放，应该更加透明和公平。我鼓起勇气说道，有些员工付出了很多努力，但得到的回报可能与付出不成正比。听到这句话，常建华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，但爷爷却点了点头，说得很好。他说道，透明和公平确实很重要。然后他转向常建华，常经理，这个问题你怎么看？常建华支支吾吾地回答，我们一直在努力改进激励制度，努力是不够的，要有实际行动。爷爷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，我要看到具体的改进方案。是的，常建华连忙点头。爷爷又转向我，年轻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陶子豪。他重复了一遍我的名字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这公司确实不行，连自己的员工都留不住。这句话像一颗炸弹，在办公室里爆炸了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包括我自己。常建华的脸色变得煞白，其他高管也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，只有姑姑，她的嘴角微微上扬，似乎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。不过，爷爷话锋一转，既然年轻人已经做出了决定，我们也应该尊重。祝你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功。谢谢。我深深地鞠了一躬。视察继续进行，但办公室里的气氛已经完全变了。同事们都用一种敬畏的眼神看着我，仿佛我突然变成了什么了不起的人物。天哪！子豪居然敢在创始人面前说公司的问题，而且老爷子好像很认同他的观点，难怪他敢辞职，原来是有底气的。我听着这些议论，心情复杂。如果他们知道我和爷爷的关系，不知道会作何感想。
视察结束后，爷爷一行人离开了。常建华把我叫到了办公室，子豪，你今天的表现，他的语气很复杂，很有勇气。我只是实话实说，不管怎么说，你给老爷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他说道，如果你愿意留下来，我可以给你更好的条件。谢谢常总，但我的决定不会改变。他叹了一口气，好吧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下班后，我没有急着回家，而是在公司楼下等待着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姑姑一个人走了出来。姑姑，我叫住了她，她转过身，看到是我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子豪，今天表现得不错，爷爷怎么会来？我问道。他听说你要离职的事，想来看看。他说道，其实他一直都知道你在这里工作。这个答案让我很意外。他知道，当然知道。姑姑笑了笑，你以为你能瞒过他？你是他看着长大的孙子。我感到一阵眩晕。那他今天说的那些话都是真心话。姑姑说道，他确实觉得公司在员工激励方面做得不够好。你的话正好说到了他的心坎上，可是他最后说这公司不行，那也是真心话。姑姑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。子豪，你知道为什么你的年终奖被压低了吗？不是有人觉得给董事长亲戚发高奖金不合适吗？表面上是这样，但真正的原因是……他停顿了一下。常建华担心你威胁到他的地位。这个答案让我震惊了。什么？你这3年的表现太出色了，很多客户都指明要和你合作。常建华担心你抢了他的风头，所以故意压低你的年终奖，想让你知难而退。我站在那里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那爷爷今天来是为了给你撑腰。姑姑说道，他想让公司里的所有人都知道，陶子豪是个有能力的年轻人，不是任何人都能欺负的。原来家人们一直都在默默地保护着我，可是我已经决定要离开了。我们知道，也支持你的决定。姑姑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但在你离开之前，该给你的公道1分也不能少。第2天上班，办公室里的气氛完全变了。常建华对我的态度变得小心翼翼，其他同事也都用一种敬畏的眼神看着我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财务部的人主动找到我，给了我一张新的年终奖发放单，上面的数字是20万元。陶先生，这是您应得的年终奖，之前的数字有误。财务人员说道。我看着这张单子，心情复杂。这20万元，我等了太久了。下午，秦静怡又来找我。子豪，集团总部打电话过来，说要给你办理正式的离职手续，还有一些补偿。什么补偿？具体不太清楚，你直接去总部一趟吧。我来到集团总部，被带到了一间会议室。爷爷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，看到我进来，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。子豪，坐。爷爷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声音温和得像小时候哄我睡觉时那样。我有些拘谨地坐下，双手放在膝盖上。这些年辛苦你了。爷爷开口道，我知道你心里有委屈，也知道你为什么要离开。爷爷，我刚要开口，他摆了摆手，让我说完。他的眼神变得深邃。我创建这个集团的初衷是希望能给家族的后代们提供一个平台，但我不希望你们因为血缘关系而失去奋斗的动力，更不希望你们因此而承受不必要的压力。他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背对着我继续说道：3年前你应聘进公司时，我就知道了。我本来想直接安排你到总部来，但雅琴劝我不要这样做。她说，让你在基层历练几年，对你的成长更有好处。现在看来，她是对的。她转过身，眼中带着欣慰。这3年里，
你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，即使离开家族企业，你也能够独当一面。我的喉咙有些发紧。爷爷，我为你感到骄傲。他走回来，重新坐下。一个真正的男人应该有勇气走自己的路，而不是依靠家族的庇护。你做得很好。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夹，推到我面前。这是你这3年来的工作评估报告，都是我亲自审阅的。你的每一个项目，每一次成功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子豪，你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。我打开文件夹，里面是厚厚的一摞材料，每一份报告上都有爷爷的亲笔批注，密密麻麻的字迹记录着他对我工作的关注和认可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最骄傲的孙子，不是因为血缘，而是因为你的品格和能力。这句话让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。爷爷，我的声音有些哽咽。好了，男子汉不要轻易流眼泪，他笑着说道。不过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，昨天我已经让人调查了年终奖的事情，常建华确实有私心，他已经被调离了原来的岗位。我愣住了。你为了我，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公平。他的语气变得严肃。企业要发展，就必须有公平的制度，任何人都不能因为私人恩怨而损害员工的利益，即使是我的家人也不例外。他又拿出一张支票放在我面前，这是公司给你的额外补偿，算是对这件事的道歉。我看了一眼支票上的数字，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。那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数字，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。爷爷，这太多了。不多。他摇了摇头。如果不是常建华的阻挠，你本来应该得到更多的机会和回报。这些钱是你应得的。我拿着支票，手在轻微的颤抖。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代表着家人对我的认可和支持。子豪，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。爷爷站起身，走到我身边。你后悔进入这家公司吗？我想了想，认真地回答，不后悔。无论这3年经历了什么，我都学到了很多，也成长了很多。这些经历让我更加明确了自己想要什么。他满意地点了点头。那就好。记住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如果有一天你想回来，大门随时为你敞开。但现在，去追求你的梦想吧。走出集团总部大楼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夕阳西下，金色的光芒洒在我的脸上，温暖而舒适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仿佛要把这座城市的空气都吸进肺里。手机响了，是殷晓彤打来的。子豪，怎么样了？他关切地问道。很好，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。我笑着说道。晚上我们去庆祝一下吧。庆祝什么？庆祝我即将开始新的人生。挂断电话，我又给姑姑发了一条微信。谢谢您，也请代我谢谢爷爷。他很快回复，傻孩子，这都是你应得的，好好干，我们都看好你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想起了很多事情，想起刚入职时的青涩和忐忑，想起第一次加班到深夜时的疲惫，想起完成重要项目时的兴奋，也想起得知年终奖数目时的愤怒和失望。这些经历，无论甜蜜还是苦涩，都成为了我人生中宝贵的财富。他们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独立，什么是真正的成长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出身决定的，而是由自己的努力和品格决定的。血缘关系可能会给你机会，但能否抓住机会，能否在机会面前表现出色，完全取决于你自己。现在的我即将踏上一个全新的平台，面对全新的挑战。我不再是董事长的侄子，不再是创始人的孙子，我就是我自己，陶子豪。
一个凭借自己的实力获得认可的陶子豪，一个敢于说出姑姑这公司不行的陶子豪，一个真正独立的陶子豪。夜色渐浓，华灯初上，这座城市依然繁华热闹，但对我来说，一切都有了新的意义。明天，我将开始一段全新的人生旅程，而今天是这段旅程最完美的结束，也是最好的开始。我加快了脚步，迫不及待地想要拥抱属于我的未来。在这个充满可能性的夜晚，我知道最好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